剛剛宇軒也提到說，現在鄭麗文已經沒有政治動能。現在如果說國民黨真的要跑票，特別是如果跑票的是區域立委的話，鄭麗文真的有能力、有那樣的能量進行政治處置嗎？而《美麗島電子報》剛好在做了國政民調裡面，剛好有2題，我們先公布2題，過2天我們再公布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支持度，那個時候你看了更讓人驚心動魄。所以宇軒，我们剛才講鄭麗文的信任度，之前1月做的時候28.7已經夠低了，現在又掉了將近5個百分點，23.9。現在不信任，就是台灣人不相信鄭麗文的。之前1月53.5已經很高了，現在又到了54.5。那不講說，我去這個政協會，這個是對國民黨是大利多？沒有哦，56.1%的人認為弊大於利，認為利大於弊的只有21.6%。寶大哥，現在的鄭麗文一直在講說，哎呀，不要怕怎麼抹紅啦，我們要撕掉這個紅色的標籤。但尷尬的你知道是什麼嗎？在撕標籤的都是國民黨，國民黨在那邊拼命撕。為什麼會這樣講？首先你要注意，國民黨的基本盤來講，至少有35個百分點。但當今天鄭麗文的信任度在3月26號到3月28號做的民調的時候，只有23.9%。寶大哥，你知道這是代表什麼概念嗎？還沒有宣布前。那你知道宣布之後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嗎？跟參選的宣布效一樣。崩更低，因為國民黨會覺得嚇壞，說你真的要去了，而且你沒有給我心理準備，你突然間說我下個禮拜就要去了，立文要去了，他就直接跟你講，我下禮拜就是要即將去到中國，所以我認為這個信任度到目前為止，可能它會持續的在往下更探。再來更可怕的一件事情，這個叫做不信任度。不信任度是什麼？代表說你作為一個黨主席，這是鄭麗文最具有殺傷的地方，偏偏該死不死，他就是國民黨黨主席，已經有超過1半。認為說我不信任你，我不相信你的所作所為可能會危及到來，包括幾個，包括到台灣，第2個還包括到國民黨的選情本身，所以這個是剛講54.5，你知道民進黨現在在台灣的支持率最多40%，對，你要說我不信任你40%是全部都民進黨的 OK 啊。可你要多出14.5%，對，那代表說你現在很多的中間的選民，你現在很多淺藍的選民對他也是不信任的。對，這14.5%是什麼呢？我們算比較多一點好了，算20%好了。哦，可能江啟臣在5%了，啊，盧秀燕在10%，蔣萬安在5%，代表國民黨內部已經炸鍋了嘛？就是你這樣太可怕了。那這件事情我們直接看更簡單，這個叫什麼？選舉行情，也就是說3個月內正席會，我跟你講不用3個月，現在跟你講說4月7號直接辦。國民黨的選情會如何影響？這個叫斬釘截鐵，來弊大於利。這個弊大於利是什麼？是對國民黨的哦。所以包括來第一個，民進黨會不會這樣認為？民進黨也是這樣認為，我們把民進黨4人扣掉了。那你這多出來的16.1%是什麼？代表國民黨的人，你看這邊16.1%，這邊21.6%，那加總起來不是剛好國民黨35%嗎？認為說你去會把我們害死。而且剛剛講的21.6%，剛剛講你現在可能是很多現在民眾黨跟國民黨是結合在一起哦。你國民黨跟民眾黨結合在一起的時候，而且你鄭麗文是一直在強調藍白合的，結果你認為利大於弊的也不過才而是21.6%。對，而且你知道公布之後，如果說後續的效應，比如說鄭麗文在中國又講了什麼？又講了說一個中國，講說反對台獨，講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世界上認為只有一個中國。我跟你講，有一個人會繞跑。這個21.6裡面，剛才寶傑哥講了一個重點，根本民眾黨我先跑，我這樣被你圍到，我到時候議員都不用選。所以他可怕的在於說，這個東西是事前整個民眾對於他的一個印象，而事後恐怕只會更加慘烈。好，所以吳董，我剛才講，其實你看到鄭麗文今天在開那個記者會的時候，那真的是得意洋洋，非常的一個興奮，而且更妙的是，他是今天早上馬上才接到電話說我叫你來，到馬上就開國際記者會。然後就興致沖沖的要衝過去，可是按照你們的民調來講，對他其實是非常不利，而且我也沒有想到他的信任度是一直往下滑，不信任度是一直往上升。現在一個問題麻煩是，他自己跟媒體在大概幾個禮拜前講嘛，他說這個你放心，我只要去政協會的話，絕對是國民黨的大利多。記不記得講這句話？今天看到了嘛？56.1%的人認為說弊大於利。換言之講，他個人的魅力已經不足以站台了嘛？你現在很簡單啊，你現在他個人的信任度剩23.9%，然後有將近半數的人不信任他，然後大家都不同意他去哦。对，他現在勇往直前，你懂我意思嗎？這個麻煩在後面的。但他會不會去中國了以後就扭轉乾坤了嘞？他不會扭轉乾坤嗎？我跟你講個笑話給你聽好了，因為我看到大概的數字，一個黨主席應該是要幫黨加分，對，所以他的信任度應該要大於黨的信任度。对，他這大小姐真天才，他把國民黨拖下來了。國民黨被他從原來國民黨好的時候，你記不記得好的時候差不多有30多，對，然後民進黨背的時候大罷免背的是也30多，差不多3咖都30多。現在國眾兩者，國民黨整個向下滑，
所以現在國民黨的形勢不好，然後民進黨向上揚，民進黨快40%了，民進黨超過40%，總統也超過40%。但總統賴清德的民調大於黨的民調，這個是對的嘛？所以你黨主席要大於你黨的民調，結果你低於黨的民調。那我現在問你，現在當市議員，我那天問了鍾小平嘛，我小平啊。我說，如果這個曾麗文要來幫你站台，你怎麼辦？他說我不要給他站台啊，我比他知名度，我比他民調高啊，我比他民調高，那你來站台，我不是被你帶賽，对，我被你拖垮了，所以這個民調沒有人要請他站台，然後年底馬上選舉，然後他去了之後，這是我們假設題哦，對，那去回來之後會高還是低？當然不好嘛，不會高嗎？不，那確認不得更慘。你會不會有川習會再殺一刀？你不要，你看國民黨民調怎麼突然間從1月份到3月份開始走下坡，就是一個軍購嘛。軍售是誰搞的嘛？就他一個人搞的。他為什麼從28.7變成23.9掉5%？掉5%很多那他這2個月幹什麼？是幹一件事情，擋軍購嘛。擋軍購就是他一個人在擋，對。那去政協會是他每天在叫，對。那叫我們，你叫，然後跑到中國去擋軍購，對，他擋個全世界，然後跑到中國去反台獨，對，這他幹的事。我們本來做這個題目是假設題，你知道嗎？我們根本不知道今天會發生這個事情，所以我們講說3個月內如果有了，結果他真的跑出來了，他真的要去了，真的要，你看國民黨倒大霉啊！這個56.1%的人覺得弊大於利。我告訴你，所有的選舉候選人，6都候選人，我現在問你，蔣萬安會跟他站在一起嗎？不會嗎？切割哦，幹嘛剛剛沒戲哦？這樣你一過來，我就變成共匪。因為你講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這裡會覺得我自己充滿魅力，我是有吸引力的人，我可以號召到天下的兵馬。結果呢，他就當然就是要很熱忱的去找所有的這個所謂的諸侯要參選這個縣市長的人，我要跟你們拍照。就有一個人呢跟他拍，很重要六都的重要的人物哦，跟鄭麗文拍完照啊，你鄭麗文要跟我拍照，我就跟你拍照。可跟鄭麗文拍完照了以後呢，那個照片就撕掉，这樣幹嘛？自己去拍一張？當然是自己去拍一張，对，沒有鄭麗文的照片，就是很簡單，你要幫我加分嘛，你23.9，我落選，我縣市長如果23.9，一定落選啊，縣市長要過關，一定要四成民調以上啊，談都不要談嘛。對不對？我們最近做民調一系列下來，你看起碼跳的都是30多、34.5，大概都這樣提名人啊，對不对？結果你大小姐給我搞23.9，然後這個最糟糕在哪裡？弊大於利已經告訴你56%了嘛，對啊，結果你還要去嘛？你還要去的結果就是大家是不認同你，然後你還要強迫你一個人哦，硬嘴硬擠的，你要搞，我媽的這個大利多，他今天還認為大利多，今天還認為大利多。那我們現在民調告訴你利空，那現在怎麼辦？現在他一個人就是寶傑的名言嘛，要重複一次嘛，鄭麗文會是民進黨的大貴人。因為你也是研究中國的，你說今天中國共產黨宣布要讓鄭麗文去的時候，裡面字字珠璣，而且我覺得鄭麗文講的很好笑是，他說嘛，他回到2005年。連爺爺回到中國的那樣的一個場面，可是回到那個場面以後，你說台灣人會嚇死了，因為整個時代的背景都不一樣了。一個最簡單的觀察就是，以前連戰去官蓋雲集都是大老闆，現在還有大老闆敢跟着你嗎？沒有啊，根本不會有大老闆跟着他，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經濟就是帶賽的情況之下，你去不是更慘嗎？各位要知道，聯胡會2005年那時候是因為阿扁連任之後，他們搞出一個反分裂國家法，趕快要收回來，告訴台灣民眾說啊，沒有對你那麼壞啊，所以呢，我就用一個聯胡會。但是你知道聯胡會那時候是什麼？是胡錦濤跟溫家寶的體制，是整個中國經濟在往上爬，是所有全世界都在想要去賺中國錢，所以包含連家，還有包含國民黨的所有的中常委、中評委，他們在那邊的企業都想賺錢，所以就跟着去了嘛。那現在呢？現在鄭麗文去的時候，剛好就是習近平最慘的時候，你中國狀況最慘的時候，你去跟他接觸，那你自己會不會被帶哨？對，帶到賽這樣子？對，也就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中國當經濟嚴重下滑的情況之下，你反倒是不應該去承接他的，你應該是要去跟有錢人的美國這邊來交朋友才對嘛。所以整個情勢的發展。當然，或許啦，鄭麗文有他的意識形態，他都認為說這個東西來講，他是中國人，他是什麼都之類的。但是
你覺得他因此會得到習近平這樣子正習會的加分嗎？沒有嗎？不可能的事情啊！你知道就變成兩岸第一人不行嗎？不就是連戰後的第一人不行嗎？不是啊，第一人就是什麼？就是你把經濟更加拖垮，你覺得跟中國之間扯上關係之後，中國會怎麼對你？但中國沒有能力可以對你啊！你看中國他現在對委內瑞拉、對伊朗，他完全沒有辦法去拿出任何的資金、拿出任何錢來幫助他們啦。然後你再看一件事情哦，這個事情根本就是習近平自己本人拍板定案。底下的人應該有很多人跟他建議說啊，這樣我們會不會害了國民黨？會不會怎麼之類的？你看到宋濤怎麼講話？他說我授權發布，他那個授不是手字旁的授，他是接受的受。什麼叫授權發布？我接受習近平告訴我說，叫我去發布這個訊息。所以什麼意思呢？他知道宋濤知道國民黨內有不同的聲音。他知道說，如果正習會的話，有可能會慘遭這個所謂的這個把國民黨搞垮掉，滑鐵盧就選舉滑鐵盧。那這時候呢，我不要說我宋濤不懂國民黨啊，不要的，這個是我什麼？習近平告訴我的，習近平叫我去做的。那你國民黨內呢，你就自己好自為之吧。也就是說，今天要正習會的是習近平，而不是國台辦的這些專業幕僚們，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習近平常常誤判，習近平常常誤判，否則他的中國經濟不會搞成這個樣子。習近平以為這樣子正習會之後可以刁到川普，對，但是川普也不是省油燈，他也不是吃素的，所以接下來的川普說不定啊會對國民黨動手啊。反倒是不是對這個，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想說啊，這個台灣還有人有聲音講說什麼為了要和平統一又什麼之類的，反倒是因此把鄭麗文當做一個，因為鄭麗文講過嘛，他訪問完中國之後要去美國訪問，能不能去美國訪問就是一個問題。不要忘了盧秀燕是美國邀請去的，那今天鄭麗文到時候如果真的有辦法去美國訪問，美國一定會給他拍頭吃的。而且剛剛講到的。現在美國進到台灣是已經明火執照，我也不演了。我覺得這更妙的是，我從來沒有聽過說我們就要買海馬斯火箭彈，你不但可以延期，你不但可以延期，頭期款美國還把你先墊好，還有這種事情，我是第一次聽到。而且美國根本就你付不出來，美國現在根本就把以前台灣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了。是你付不出来，然後我幫你先墊款，然後以後你有錢再慢慢還給我的概念。這個在中國怎麼可能做到這種事情？所以簡單說，美國把你視為是自己的人、自己家人的這種狀態之下，當你這個鄭麗文又跑到跟北京眉來眼去的時候，美國人不修理你國民黨才怪。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布局。